Tony 帮你做功课，莱尔富莱尔富超商，莱尔富微波鲜食变好吃，到底发生什么事？你有没有发现最近莱尔富突然变强了呢？声量也变高很多，脆上面到处都是莱尔富的讨论，真的你去脆上或 IG 你打莱尔富就好，哇，各种网友的激赏啊，说他饮料变好喝就进日本的，他的饭变好吃，那个饭都微波呢，微波还能到美味好吃真的不容易。他是怎么办到的？又为什么要搞这一些？看完这支影片，你就会知道他到底在盘算什么。嗨，我是电商 Tony 陈，欢迎收看 Tony 帮你做功课系列。这个系列不讲大道理，只带你看精彩的商业案例跟八卦。你也可以想想看，说能不能运用在自己的公司。如果能确实增强你的生意，你也不用谢我永远记得善待你的员工跟客户就好。那我们就开始吧。我们上一集讲了台湾消费者怎么了？那这次我们来讲莱尔富怎么变得这么厉害。这次来聊一个新闻，标题我念一下：莱尔富翻身成功，日系饮品狂上架，网金根本台版 Lawson。Lawson 你知道吧？日本的超商便利商店巨头那内容是这样，就是有网友在脆上发言说，他发现莱尔富最近不一样改头换面重新做人这个好像变得很猛。他进了一整柜，满满一整柜的日本饮料都是大牌，也不是什么杂牌那价格居然跟日本的售价换成台币以后没差很多，就变得很有竞争力就对了，甚至连北海道牛乳都有。所以如果你走进莱尔富的冷藏柜，你会觉得自己好像这一柜就是日本 Lawson 啊，整柜都是日本饮料。另外听说现在莱尔富的鲜食就是便当类的产品很强啦，网友说最强的目前票选第一名叫做台式炒面。都台式炒面了那我还要吃微波，因为心情不美丽。可是你看这张图，虾子这么大只吃起来已经跟餐厅现煮的差不多。我写稿的时候，我本来想说我要去买来吃吃看，居然没有买到真的很受欢迎啊那应该真的蛮厉害的。另外补充个小八卦有此一说，脆上面说就是自从联邦银行买下莱尔富之后，你有没有发现那个？这是题外话就是吃了莱尔富，联邦金融业银行业去吃了莱尔富，所以它的招牌改那一抹，那叫青色还是绿色然后我们大家还在猜说这个是哪个牌子的然后讲到绿色国泰世华然后绿色的话中国信托也有可能，我们讲那些，结果是联邦好，那联邦银行买下莱尔富以后，联邦银行的董事长照三餐吃莱尔富我靠，是所以他只要觉得不好吃，鲜食部门每天就被干，就会让莱尔富的微波食品变得很厉害，这很合理啊。我们当兵的时候是不是伙房今天心情不好，等一下就要去跟营长解释了，营长自己也吃营长吃到怎么今天吃的是喷他也会把伙房叫去骂这样。所以莱尔富的微波食品哇，现在变得很厉害，分量又大又好吃这样。好，那我们拉回来继续来讲莱尔富。你看我划线的地方业者表示2025年年营收已突破250亿元，全台的店数超过1800家，并且持续通过鲜食自有品牌与生活商品的差异化选品策略，培养高回购率的商品，提高消费者来店的频率。好，最后这两句话你看培养高回购率的商品跟提高消费者来店的频率，这你先记一下，这蛮重要的这个我们会讨论。所以说你看莱尔富现在是真的变强了，营收有成长，而且开店数不断增加这样。再来你要知道莱尔富为什么要卖日本饮料那我们来讨论说那个莱尔富好好的啊，他有自有品牌呢他为什么要卖日本饮料？然后居然没有什么日币当台币卖，对不对？居然就是卖那换算下来还差不多呢。好，那一样我会先讲一个大家比较公认的版本，然后再讲一个我自己的思考这样。我先讲公认版本莱尔富会去卖日本饮料，就是为了什么？差异化嘛，对不对？那个大学商学院第一课就讲了差异化，为了要跟谁做出区隔 ，Seven 跟全家那超商对干超商就是你今天卖的商品，其他店那个超商也都买得到你现在开店数又没有人家多，那你要怎么拼？补充一下现在4大超商开店的数量很夸张你看我框起来的地方 ，Seven 小七8282间。奇怪，我怎么还记得最近还在举办一个庆祝活动，要全台突破5000间。现在怎么8282了？全家4470
哦，这个即将要举办全台5000间了，莱尔富1800 ，OK Mart 700哦。所以说啊，对莱尔富来讲，他如果继续跟全家跟 Seven 来对干，而且正面对干什么？比谁卖的更便宜，同样商品比谁便宜哦，谁的会员福利好，他们有优势，你知道吗？那你说，可以卖自有品牌自己的饮料啊，其实有，你知道吗？你都喝过，只是你不晓得哇，这个背后是莱尔富真的假的这样。好，手摇饮料店乐法这个牌子有没有喝过？乐法。这就是莱尔富的自有品牌啊，你知道吗？啊，你想说，乐法不是饮料店吗？哦，只是跟莱尔富合作，什么联名而已，没有。我跟你讲，你看我框起来的地方，2014年乐法美食股份正式成立，正式跨足手摇饮料市场。这个是莱尔富亲儿子，人家莱尔富在2014年就进入手摇市场。哦，那个时候的莱尔富经营权还在光泉手上，哦，所以现在莱尔富早就有自有品牌的饮料了，真的有。哦，那卖的好不好见仁见智，至少我们没有看到说大家疯狂的去排队买乐法的饮料，没有吧？对吧？现在要排会排什么 UG 对不对？然后八药和茶哦，对不对？所以代表说莱尔富早就知道自有品牌饮料这条路走起来，其实也没那么顺利，而且自研商品的试错成本很高啊，他不可能一次开发100种商品，然后通通都发生产线直接上架全台去卖。哦，那他要怎么快速做出差异化？你看，这就是他们厉害的地方哦。我对莱尔富评价很高哦，因为以前开过会，真的啊，就开会大家也都蛮厉害的啊，学经历也都蛮顶尖的哦。所以如今有这个局面，我真的是拍拍手。好，那莱尔富就直接从日本进口商品来卖，然后这些日本商品本身就是知名品牌哦。莱尔富并不需要从零开始教育市场，他只要怎样把商品放上货架。消费者自己就会发现，你也知道台湾人有多喜欢去日本嘛？所以就会出现各种讨论。这个不是日本超商才有的吗？这个我上去日本有喝过。这怎么会有这个？拍起来很有话题，自动就会出现 KOL 帮忙打广告。像这张图，你看，这是知名旅游部落客叫林氏璧医生的，我不知道他现在是不是医生，之前有翻过车。林氏璧的 FB 粉丝页发文，人家100万等级的网红呢。对啊，就是不出国也能喝到日本来的饮料。你想想看，这个是免费呢，反正他看到他觉得很新鲜，他就拍了。那如果你要找100万等级的网红去合作业配，你看你要烧多少钱？现在人家直接帮你宣传，这也证明说莱尔富这套战略的十分成功，真的很成功，差异化有做出来。那结果你也看到了，它的营收目前不断飙高。接着我们来讨论为什么莱尔富要便宜卖你饮料。在进入讨论之前，我先打广告。如果你看到这边还觉得不错，那记得帮我按个订阅跟按赞小铃铛要不要开就看你了。我自己在看人家影片，我也没在开小铃铛的也欢迎直接加入我的频道会员，直接刷信用卡支持我让我去平衡影片制作成本，让我有动力做出更多精彩的影片。好，我们回到正题接下来我们就来讲说莱尔富卖饮料，你就卖饮料。那你干嘛要卖那便宜？你是进口的呢？人家不是都说日本商品来台湾就是日币当台币卖？像这篇 PTT 的贴文，来你看，照顾一下 Podcast 的听众我把它念一下。这篇文章有人 po 去日本逛 Uniqlo， 然后有些衣服只要800到990块日币，超便宜，对不对？但是台湾同款给你卖790台币。他觉得说台湾人好盘这样好，但是莱尔富的操作反过来，你看这张截图。日本很有名的林荫绿茶，你去日本有没有喝过？这个路边这个饮料机都会有，然后国民品牌那上班族真的都会喝。好，莱尔富一罐现在给你卖多少？39。我靠，那你知道唐吉诃德卖多少钱吗？你看这张图，一罐49，连唐吉诃德都要卖到49，结果像我莱尔富给你39了。先讲一下，这个是2021的新闻今年2026，你不觉得很夸张吗？唐吉诃德日本来的又是量贩店所以他拿的成本一定是比莱尔富还便宜。然后他在2021年一罐绿茶他还要卖你49，莱尔富现在一罐卖你39，不是通货膨胀，怎么越卖越便宜代表说，我个人认为莱尔富没有要在这里赚钱那他想要赚什么钱呢？以下是我的思考先说结论。他不想赚你的钱他赚你的人呢？为什么我会这样说？还记得我们前面讲的吗？莱尔富想要什么？
培养高回购率商品，跟提高消费者来电频率。所以他想要什么？他想要更多消费者来买东西就可以了。喝谁啊？好，那你说买东西，哪间便利商店不是这样子希望的？大家都要消费者来他店里买东西。好啦，不要忘记莱尔富现在是谁的？联邦银行。然后你看这张图，联邦银行你有开户吗？像我们做房地产那个小套房啊，就那个全幢15坪以下，没什么银行要贷款大概小套房大概都是找联邦银行。你除了这种很特规的目的，或是联邦银行就开在你家附近，你才会走过去开户以外，你有什么用到联邦银行的机会吗？但是你现在你去莱尔富结账的时候，你刷联邦银行的信用卡，不管买多少钱无门槛听说也是无上限，听说啦我不知道，我还没去办。他怎样？他直接折 5% 给你，折现 5% 给你，这很夸张这不香吗？这个我八卦的时候好好跟你分析说这个的战略意义，对你的人生是什么意义好，来，我们刚才讲莱尔富现在主攻的是什么？鲜食跟饮料，对不对？这些都是高频消费产品。那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你每天去他那边买，因为你饿了就要吃嘛。那吃的话，那你就去莱尔富嘛。为什么？刷联邦卡 5%， 那你就相当都在，即使不用等那个什么有什么类似友善时光的东西，你都是95折。好，那你每天去那边买的话，是不是怎么样？你就是想要办那个联邦银行的信用卡，看一下联邦银行的户头啊。你不是喜欢日本吗？那刚好我有2张出国有优惠的信用卡，这位先生你要不要办一下，对不对？国外刷卡有优惠，国内买莱尔富很划算，是不是就应该办一下？而且那个机场会有莱尔富，还不太容易有 7 全家，你知道吗？这个跟加盟跟那个合约条件有关。你看我们桃园机场，你看联邦银行就这样硬生生这个刀劈斧凿开辟出一个新的刺激消费者申请信用卡的场景，真厉害啊！你不要想说这还好吧，就是他跟你说 5%， 我也不见得要去办啊。实际上增加的会员数量就没有很多啊。实际上精确到个位数我们当然是不知道，但是你看我划线的地方，2025年的5月，莱尔富数位会员突破730万位会员数，730万。很夸张呢，你整个板桥市加起来才50几万人，快60万呢，他730万呢。好，这其中只要有1/10算20%算30%好了。想要拿到莱尔富的 5% 回馈金，他就跑去办他的信用卡。你看看这会增加多少？几十万人那如果是1/10的话，73万人要开户跟办卡，你就这样子想那个中和加永和所有的人排在你的银行门口要跟你办信用卡，我靠，怎么办得来？这个是你银行在陌生开发，在地面推广你现在去百货公司吃饭，不是先生要不要办信用卡？就有人追着你这样就那个你自己看，73万人开户跟办卡，你陌生开发，你地面推广，你要花多少人力跟预算，你才能够达到啊？然后这些人办卡以后，联邦银行就怎样？是不是各种信贷啊，对不对？股票啊，然后融资的服务啊，等等的服务啊，就跑得起来了。所以对联邦银行来说，卖饮料什么的那些小钱，你知道他不赚他也没差呢。用我们电商的俗话来说，就是传楼给啊，带路机。那我要的是什么？我要的是你来加入我的会员，我要的是你来办我的信用卡，因为大条都在后面。我要的是你房贷直接办在我这里。我每个月都有你的利息可以赚，然后一绑多久？30年。现在条件比较好，慢慢弄到40年，40年你都是我的客户这样。这个有没有比那个我去赚那个饮料钱，还是我要房贷你在我这里办？我当然要后者嘛。好，那当我们用这一层去想的时候，你再回想起我们最前面讲的小八卦为什么联邦银行董事长要每天自己吃莱尔富的鲜食是怎样是堂堂高高在上的董事长他吃太多好吃的人参鲍鱼燕窝鱼翅想要吃吃看我们健民在吃的微波食品，看看有多难吃吗？是这样吗？没有因为这个是联邦银行增加客户数的重要策略，所以连董事长都很重视。我就是要弄得好吃啊，我就是要平价便宜啊，这样你才会来嘛，你来就对了，你来我后面就很有机会。所以你看，董事长自己都跳下来去干嘛？去做品控，传递给底下的人知道说我在看
I'm watching you， 你不要乱搞这样哦。你看是不是一切都合理了？最后我想跟你讨论哦，我们能学到什么？哦，这个是我新加的章节，不然你他妈看个故事这样就过去了哈。来，我们能学到什么？我个人认为这个案例啊，最值得我们带走的东西哈，4个字叫交叉补贴 （cross subsidization）。那我简单讲一下这个概念哈，就是我卖你 A 产品不赚钱并没有关系，后续的 B 产品你会买，我赚到钱，这样就好了。我简单举2个例子哦，你就知道。第一个，吉列刮胡刀，刮胡刀啊，这个大家都听过这个故事啦。你去买刮胡刀的刀架，刀身本身很便宜，他送你他也没差，这样他要卖你什么？后面的替换刀片，只要你不断的回购这个替换刀片，他刀架的钱真的是送你也没差，他就赚了回来。而且这从什么时候开始？二战开始就赚到现在。仿佛是一种现在很成熟的商业模式，以前并不成熟，叫订阅制，对不对？来，第2个印表机，现在买一台印表机超便宜的，2-3千块就有了，对不对？超便宜的，以前可不是这个样子哦。那墨水匣没了，你就要换墨水匣，好几百块哦，换个2次就等于是买一台印表机的钱。所以卖你印表机的公司，他赚的也不是你这个印表机的钱，他赚的就是这个墨水盒的钱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买到印表机，我们都会怎样改机，然后改个外挂，然后好几罐颜料挂在外面，就是这样。那同样的，莱尔富卖你便宜的日本饮料，赔钱卖你台式，我觉得以它这个价格是赔钱的。虾子这么大只然后还不止一只然后它还要冷链、鲜食、包装、运输时间到还要报废呢。结果它就卖你这个不到90块，我个人认为它的这个品项是赔钱的。好，那莱尔富这样赔钱卖你台式炒面鲜食故意做的这样小个短哇，便宜又大碗，他赚你什么？他赚的是，你知道我们就会成为联邦银行的客户嘛，对不对？那你就会贡献给他各项的服务费用那你也可以想想看说，你现在手上的东西有没有什么产品是可以拿来做这种操作的？又或者是你可以像联邦银行一样拐个弯，把客人拐进来这样也是相当不错。这就是带路机策略的应用啦。你看莱尔富如果没有这个联邦银行吃下来，他这个单枪匹马要跟 Seven 全家全联正面对干，你看他有多难。他没有这个金主爸爸变成说他真的只能赚那个商品的价差那就很辛苦很辛苦。然后莱尔富我们都说我们进去有一个味道进去臭臭的那店员不理人那大夜的时候人还不在柜台在干嘛？在外面抽烟之类有没的，我们讲这些。那现在有这个金主爸爸介入以后，没关系你来做我金主爸爸本业的带路机都可以，反而整个都提升上来，也是一条路这样也是个不错的结局。我个人认为不错，是因为毕竟还是本土买本土，你知道，在地买在地，不是说今天又是一个外资一下子就把全台莱尔富全部吃下来然后我们就让他亲门打后的丢了，你知道？今天还是本土买本土，就这样很不错。然后带路机策略，你想想看，那如果你真的要想的话，有一个东西你去研究一下，我就分享给你了好，你直接 Google 叫李正平，你就打这3个字就好，李品正平李正平，你 Google 你自己去看，李正平制作公司有一大堆，然后你去看一些蛮屌的一些李正平很帅呢那个我看了我都会想要。然后李正平有个特色，有什么？可以烫你的 logo， 烫你的名字在上面，品质好不好再说，但是就是帅嘛。像我自己就那时候在帮公司做，我就有参考到一个叫做发光的一个名片，塑胶名片名片大小，可是它可以折起来可以发光，很屌好不好看？很好看有什么用？没什么用所以后来就没有。然后还有那什么，反正那个巴基你知道吗？现在很多做2次元会有巴基，你也可以做你的巴基然后有谷子他们也念什么谷子，然后你可以去做你自己的。很多啦，你去看一下李正平，包罗万象，你自己都会想做，有高价的，有低价的你要 3C 的也有比方说手机壳后面的一个粘的东西，你粘了以后人家拉开来，他就在中午吃饭的时候可以把手机立在桌面上。李正平很屌而且李正平做起来蛮便宜的你干脆那个东西不赚钱好了。我的前个版本我以前写文章我是说你去找李正平公司，然后做这种好看又潮流的东西，放在哪里？放在网站结账的最后一个关卡，叫加加购加加购。那个东西不赚钱没关系，就是要让人家去凑单用的。你去看那个李正平30-50块一个的就找到很多了
带入机策略思考看看。你不能想说啊，你讲的轻松电商Tony Chen他妈叫大家去做带入机啊，我这个工厂我哪有带入？你去看李正品嘛，你去发包嘛，你一看他妈海量的李正品，海量的带入机，你自己去看超棒。好，那你还有听过什么很厉害的带入机策略吗？你的留言我是都会看。然后郑重宣布，我这个频道有开通 YouTube 的频道会员功能，所以我要请你直接刷信用卡支持我，让我可以投入更多的钱跟时间，把节目做得更好，把商业世界中人家做生意的成功之处、失败之处我都弄给你看。那电商Tony Chen帮你做功课系列，值得你加入频道会员。祝你生意兴隆，祝你开车在外都刚好找得到停车位。讲八卦讲八卦，我先讲第一个八卦还记不记得刷联邦回馈 5% 这件事情？哎呀，按照我们的经验就是说 5% 是现在刚开始那蜜月期过了以后就会慢慢降4%、3%、2%，然后最后又是全品项回馈 1%， 广告还打得跟什么一样，我们好像 1% 很了不起一样，都是这样的。好，可是现在 5% 那如果你有平常需要去消费莱尔富的习惯，我建议你办你真的要去办。为什么不是说莱尔富的那个虾子那么大只这个道理，而是说我讲一个那个歪理给你听。当然我是从那个电商前辈那边听来的，那我好有道理开完会以后我回去细想，好有道理好，来，我们台湾的行政院主计处现在每年公布我们的通货膨胀大概是几%这不是2点多，对不对？换句话说，这是2点多%的通货膨胀，然后你觉得这跟你没什么关系，对不对？我跟你讲，什么情况你会有关系？你有现金1000万的时候，好，你说2点多%关我屁事。好，你现在假设有现金1000万，你存在银行，然后一整年过去了，就变成980万的购买力，一差20万，你觉得有没有差？你年终都没那么多所以有差。通膨这种事情我们即使是小资族，就加减就要来抗通膨了。好，这个联邦银行的 5% 就是你抗通膨的做法，你知道吗？具体的做法，为什么？吃谁不是吃？我就吃莱尔富我还有日本饮料可以喝，有什么不好然后我就去买，它也没比较贵啊。好，那一来一往假设我这样子尽量都在莱尔富解决中午吃饭晚餐你可能就回家了嘛假设我一年在莱尔富花了这个我乱讲10万块，好乱讲，你不要以为这很多，这真的是工业区附近大概都开莱尔富嘛因为那个 7 全家的加盟金的规矩都不一样。莱尔富还蛮好讲话的等于你开间的莱尔富门槛很低就对了，所以说变成说工业区附近那比较容易看到的都是莱尔富。好，那你就去莱尔富，好，然后你就刷这张信用卡，每年台湾在通膨 2%， 主计处的数据按你这样刷这个，你省 5%， 抗通膨实现达成搞定了，就这样。所以你可以帮你自己去抗通膨即使你有其他的东西被通膨到。那你看吧，他现在主计处说 2%， 你是 5%， 你这不是还有 3% 吗？省下来的钱，你等于是去平衡掉你其他通膨被涨到的地方这是个抗通膨神技呢，你自己去抗就行了。有这种思考，有这种做法，我都没想到所以跟你分享抗通膨神技。好，那第二个八卦科技机台是他先弄，你知道吗我们台湾就大家想说最有名的超商的机台叫 iPhone， 对不对？ 7 的 iPhone。那其实莱尔富的机台红色的，我考你一下，它叫什么名字？莱尔富的红色机台，我也是写稿我才知道叫 Life ET 随便Life ET 人家叫它小红啦好，那这个机台比 7 的 iPhone 还早推出来呢。它虽然是市场老三，可是它的动作很快动作真的很多就正面对干不赢嘛，那我就用其他的什么服务来满足嘛。以前莱尔富可以买车，你知道吗？不好小买一整台车就说什么帮你订那个4成然后开到莱尔富门口之类，这种行销案都以前都做过，好屌好，那它多早上线？2004年，今年是2026，它2004就上了7的 iPhone 什么时候上线？2006，领跑整整2年。这东西其来有自，就是说台湾人很爱排队，但是也讨厌排队，而且排队对超商来说是会造成2个结果第一个会流失客源，那看人那么多他就不排了便利商店便利就是要便利嘛我可能就是中午吃饭只有1个小时，我回去还想要打混摸鱼刷个游戏看个剧，结果排成这样，那我就不要那我就走。他可能会流失会，还有一个什么事情就是会打架，会有客诉的事情，快一点好了吗？
你没看到啊？我还在排队啊！我们吵架都吵起来哦。好，那这一台机器刚开始推出来都是为了解决这个排队问题。Life ET 最早就是把那种会让柜台卡住的杂事给它分流出去，让你在旁边自己用就好了。比方说水费、电费啊，以前没有的时候，店员当然是一张一张扫，虽然我们搞到现在也是差不多啦那后面的人会等啊，会不耐烦所以 Life ET 就是把这个东西外包给消费者继续操作。那你就印出小白单那再去结账，是要缩短那个所谓的排队时间，然后小白单上还会再给你优惠讯息这个优惠讯息，像我们去莱尔富买东西，是不是签单明细要吗？你说要，他就给你了，对不对？你虽然发票也存载具，那上面有优惠讯息，你知道吗？那是一个广告版位，你知道吗？那可以卖给他的供应商说，我来帮你打广告北一区、北二区所有每一张订单的结账，我都让他看到你的广告，你要花多少钱买，然后卖掉他给我抽几%，这是个广告版位，帅不帅？是这样。好，这题外话，这还有一个很动人的故事啊，这个改天再说。好，总之就是小白单然后就有这个机器，莱尔富走的算蛮前面，多元支付也是他先弄然后后面是 Seven 在慢慢跟这样。好，再来了八卦莱尔富军营里的霸主，军营对啊，我们回想起来好像也是我新训的时候是莱尔富啊那莱尔富在很多偏远地区或军事营区里面非常的强，大概都开莱尔富了。为什么？标案那是军方的标案。那以前阿兵哥叫营战嘛，对不对？我们营战每次进那个来路不明的莫名其妙的东西，我们当过兵就知道，很神奇的饮料只有在当兵喝得到。我们看就是叫杂牌啦什么明屋那个什么波尔矿泉水，我们大家都知道矿泉水你要喝到那个宽口保特瓶的饮料，一堆都是当兵才喝得到，莫名其妙。八宝粥还有一堆有的没的牌子，还有什么奶茶，很怪很诡异，明屋啦、红点啦什么的，我说当兵我才看到那个牌子，就这样那莱尔富成为军营霸主就是他们深耕政府跟国防部的标案市场。因为我这边对干，我是老三嘛，我打不赢第一、第二嘛，所以他们进攻封闭型的蓝海市场。军营这种地方你只要标下经营权，就是独家生意啊，谁跟你对干？对啊，然后还以前什么迎战之花，反正就是那个工读生妹妹然后就一堆人也没干嘛，也要进去里面吹冷气，要看那个妹妹就这样，很有趣吧？这个就是封闭，对啊，你一整个营区封闭起来，我就开一间超商，放心的生意绝对不会倒。你要说好到哪里去也没有，反正就阿兵哥嘛，那生意绝对不会倒，反正就是这阿兵哥。那个以前新训的时候也是很期待去那个超商啊，这个超商公差还是要表现特别好才有办法去的呢就是这样然后为什么投标啊 ？Seven 跟全家因为什么？因为加盟主的体系很庞大，那他在考虑标案的时候有很多的那个限制啊，比方说军营就会要求你怎样，他就不方便配合就不行了。莱尔富的话就好讲话好吧那你这样讲，那我们就配合吧就这样，所以他开了进这个军营里面，而且有指标性的营区成功岭龙潭总部，对不对？有没有成功岭当兵的那个莱尔富那投标上他们也很愿意很大方去给军方更多的那个回馈金或什么服务的承诺，开了一间开了久了都没出什么乱子，然后变成大家一个精神食粮、精神指标就 OK 啦，对不对？之后大概都是他了。还有什么？还有就是营区在哪里？偏远山区或管制区物流车你要进出真的很麻烦。为什么？你要换证啊，你要受检啊，那要进哨所的，前站大门能拿枪，还有实弹呢，第一发公包弹就在那边站，然后那个饮料车进来我两眼放光等一下就有饮料可以喝。每次那个饮料贩卖机我下部队以后就没有那个超商在里面就是那个饮料机那个饮料机只要一补货就被大家投完，就剩一些莫名其妙的杂牌可以喝，还有那个八宝粥，我就热的要死。刚打完草一整天下热的要死，只剩八宝粥可以喝，不是很想喝，反正就这样。看到饮料车来，对不对？还要停车，还要换证，还要登记。以前还发生过那个逃兵就是补完饮料嘛，补完饮料那个兵就跑去，就拜托他把他载在后面，然后把他载出营区。对啊，你要配合军方的动作那其他的，比方说 Seven 全家可能没那么好配合，那莱尔富你要看就给你看之类，草根任性就是大家觉得说军营这种地方营业额有上限，看就知道了，算都算得出来营业额的上限
怎么样？那就他愿意配合啊，那当然就是给你开啊。然后小而美的经营门槛，我个人感觉是莱尔富也是相当成功的一环就是大超商它对店面的装潢空间都有很严格的标准嘛。可是营区内的空间长怎样？那叫旧营色改建，对不对？漏水壁癌呢，家常便饭，甚至只是个什么热到爆的铁皮屋啊，你叫 Seven 来开，他就会说，这个可能我们他妈再评估。啊，你叫莱尔富好吧，没差，反正我摆什么，阿兵哥就是会买嘛，没差啊，你敢让我来，那我就敢在这里开啊，就是这个态度。然后啊，他们也会特别加强军营的什么大宗采购服务，这是真蛮需要的那个要办生日啊，现在兵也是比我们以前好命很多。我听说兵还是做庆生庆生1个月，然后所有的寿星上去，然后真的会订蛋糕、发饮料喝什么的，蛮屌的就是他也能配合这个东西深度在地化的服务。那还有一些，比方说，我现在在军营那我就进特别多的什么运动饮料跟饭团这种东西，我就不是什么精致的起司蛋糕精致的这个生乳卷，阿兵哥也不要吃那个我要多进饭团那种东西，让阿兵哥这个肚子饿的时候一吃，直接一颗给他吃下去这个会饱的东西深度经营很不错啊，对不对？好，最后再跟你讲一个我个人认为他最棒的地方，莱尔富，它是台湾唯一自己的纯台体系，你知道吗？纯台血这个台湾血统，它从头到尾都没有外资的介入，你知道吗？很难得呢。来，我们看 Seven 最早是美国品牌，日本授权啊，全家本来就是日本品牌，只有莱尔富从头到尾都是我们在地人自己做的，由台湾人经营的光泉家族自己经营的，所以它很多操作很台式嘛纯台体系纯台血统。我没有要讲政治，我只是要说台湾嘛，那我们怎么就两脚开开，然后所有的外资进来就这样子大风一吹把钱都刮走？请问这些外资会把钱留在台湾继续投资台湾生根台湾？不会啊，就是刮回去他自己的国家，变成那个国家的外汇存底嘛，对不对其实我们台湾也差不多啦这种东西是看立场的。我们今天的半导体产业，我们也是去别的国家设厂，然后赚完那边的钱回来以后，变成我们台湾的外汇存底，就是这样但我还是希望就是我们走进台湾的超商走进一些量贩店、一些通路，举头一望，你自己去数，都是舶来品，都是海外的品牌。我们台湾自己的商品不烂不差，你知道然后莱尔富特别的挺台湾，就是那种你一谈到上架费，他就爆掉了，他就做不到，他就没办法配合了。可是在莱尔富有机会看到这种产品就是他付不出来算了啦然后还是给他上架这个我们台湾本土小农加减支持一下，真的会有有这种情况很接地气。像莱尔富以前在卖那个什么沐浴乳，超大一罐，然后沐浴乳干嘛要用这么大一罐？你是一些八大要拿去放的，是不是？就超大一罐也超便宜的200-300块我靠，这是怎么那么大？这是人用的吗？还是宠物用的？我特别来去看人用的这种东西它就卖这个价钱如果在 Seven 全家的抽成，你抽下去，你要它怎么办莱尔富就会出现这种产品，所以他也算很支持台湾，然后又很敢推出台湾味的尝试什么超商多媒体机台，然后那口味台湾的鲜食的部分会出一些很台的口味，可能他们自己爱吃，厨师自己爱吃，他就说要来做。那后面一路上讨论也说好那我们就来做，就是这样。口味上很懂台湾人的味他董事长现在自己天天吃，听说他们内部开会，有外面厂商来跟他们开会嘛中午吃饭时间也是发下去呢没有要带大家在外面吃呢，反正大家跟我一起吃就是吃这个莱尔富的鲜食，然后吃完还要问意见呢，你觉得怎么样？会不会太咸？然后然后决策的速度很快，因为纯台血不用等日本或是什么授权方那边点头，非常的好，所以多多支持我希望看到什么纯台湾人的品牌，然后海外台湾品牌出海，莱尔富给他开到海外去，开到海外开枝散叶。对这个才是我们这种电商从业人员不要讲电商从业，就是我们做生意零售业的从业人员我们期许的方向，我们想要看到的画面。